嗨，我是哥，欢迎来到速酷3C团。今天呢，非常兴奋跟大家介绍新的产品又来啦，就是小米14系列啊。那我们今天要开箱的就是小米14，它是台湾第一个使用 HyperOS 系统的。那到底什么是 HyperOS 呢？简单说就是 HyperOS 重新设计了底层架构的逻辑，提升了你的使用上的顺畅度的一个系统。它除此之外呢，它还大大的去整合了各家有 AIoT 设备厂商的 APP， 让它呢能够融入到这个系统里面去，可以更方便、更直觉的使用。另外，也整合了车用系统。那各位知道吗？小米前阵子有发表他们那一台很酷的电动车。除此之外，小米也带来了新的跟徕卡合作的镜头跟拍照体验，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。等，先不要急着按跳过啊，先帮我们按一下下面那个订阅，就是你那个左下角旁边那个订阅，没错，把它按下去，谢谢。先来看看小米14它的盒装，看到这个对于相机爱好者来说就是徕卡又出现了。打开它的盒装，第一个会先看到的就是它的小米14手机。手机上面当然也已经贴了一张塑料的保护贴，保护壳它是使用了有颜色的。那这个保护套你只要装上去之后，你可以看一下镜头的边缘呢是有完整保护到的。当然啦，既然是用徕卡的镜头，所以其实保护镜头非常的重要。那只是仅稍微凸出来或许还不够，如果你还是有这些风险的担心的话，可以去找保护的地方啊，可能有镜头盖，或者是可以更高于镜头的一些保护的壳。那当然，我们这一支影片没有要业配保护壳，因为没有厂商找我们，所以厂商听到了吗？我们没有保护壳 ，OK？ 再往下面一层，充电头啦。这一次小米14提供的最快是90瓦的超级快充，那一样提供了一条 USB-A、USB-C 的充电线一条，然后一样少不了手机盒装一定会有的，不用看。一个卡针，在外观上呢，这一次小米呢，它的14设计上更加的合手好握。它约6.3到6.4寸的萤幕大小，我跟5块第一个拿起来的感觉就是，这一定是一支很适合长时间使用的手机，因为你握在手上，它的大小、它的长度呢都是非常的贴手，然后不会过长也不会过重，大概约193公克的重量。背盖是使用了 AG 磨砂工艺的一个玻璃背盖，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侧边呢，这边可以跟大家讲一下 Pro 系列有钛金属的版本，不过在小米14上面呢，它其实就是用了铝合金侧边框，但也因为是铝合金侧边框，所以它的重量呢就可以保持在200公克以下。另外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一次的徕卡的镜头模组，它是一个很标准，看起来就是一个正方形的镜头模组，然后它的一些小小的做工的工艺技术呢，我觉得都做得不错，但也因为做了2层，所以它其实看起来蛮凸的，大家就会担心说它会不会有不平衡的问题。那我们只是实测，它在平衡度上面，它其实是反而是下盘还会稍微比较重一点，等于说你在握持的时候，它不会有翻车的问题。接下来画面上呢，就是这一次小米14它的一些基本的规格。那我不得不说，其实小米呢一直以来就是有非常好的性价比，它也是使用了高通最新的 Snapdragon A-Gen 的处理晶片，所以如果它开出来的价钱呢非常惊喜的话，就是一支 CP 值很高的旗舰处理器的一支智慧型手机啦。而在储存空间上，其实也是给好给满，它这次给了你12GB LPDDR5X 的记忆体，然后512GB UFS 4.0的储存空间。另外呢，我觉得它一个很大的亮点会是在它萤幕上面，它这次使用的呢是支援到1到120赫兹自适更新率的 AMOLED 的萤幕。然后它最高可以来到3000尼特的亮度。除此之外，就是小米一直以来它在它的充电速度上呢也是非常的惊人。这次还是提供了90瓦的有线快充，还有50瓦的无线快充。各位，无线快充 ，iPhone 还只有7.5呢。既然使用了目前最旗舰的处理晶片，一定要把跑分给大家看一下啦。那第一个一样是我们的Antutu跑分，下一个一样是跑分界的标杆 Geekbench 6。好，接下来储存空间跟记忆体的 CPDT 一定少不了，然后还有我们最近刚加入的 PCMark 的跑分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就来看一下小米14它的一些实际的温控表现，还有它的最大铃声可以来到多少。在温控表现上，目前户外温度是15度，非常的冷。那室内的温度是20度，手机待机的温度是23.3度，观看 YouTube 30分钟来到24.1度，而游玩游戏30分钟则是来到29度。铃声大小上面呢，手机内建预设的铃声最高可以来到84.5分贝。
好了，接下来就是讲重点特色的时候啦。我们要先从我们前面开头就跟大家讲的 HyperOS 澎湃系统这一次带来呢，其实就是我们前面有讲到，它有更好的顺畅的使用体验。那这一点东西其实它非常的难以去量化，除非你要去大量的做很多测试。所以我们这边呢就是给大家看一下，我们跟前一个小米 UI 14。是更新到最新的版本来做一些滑动的顺畅度的比较，大概到3到4次重复的滑动之后，其实你就会发现就是 HyperOS 的顺畅度依旧维持。那其实除了这些顺畅性之外呢，各位如果有去关注小米的这一个 HyperOS 的发表会，它里面有讲到非常多的，除了你的顺畅之外，再来就是它讲到的是 AIoT 的联动性，就有一个单独的一个专门显示一些 AIoT 产品的一个功能显示列，它就会把所有东西整合进去。其实我们一直在说 AIoT 很重视的是整合嘛，但我们一直没有看到有很好的整合出现。就不管你今天是使用哪一家的手机，或是使用哪一家的系统，你都会发现，反正只要到 AIoT， 你就是得点他们那一家的。小米呢，就是不能说是最先开始，但至少目前看下来是相对于其他厂商来说，它做的比较成熟的。那甚至在未来呢，其实在里面你可以看到，就是它的这个 HyperOS， 它的整合不只是把别人整合进来，它也整合出去。你未来可能是使用 HyperOS 的平板，再搭配它的手机，那它可以很自动的去让你的平板使用到你的手机里面的，比如说网络或是等等其他的功能，甚至还可以接续使用它的镜头。这一些呢，都是它在他们的发表会上去跟大家做展示。另外，其实这一点也带到了，那就是导演模式。它不只是显示一些你在录影会需要用到的一些参数的设定，或者一些焦段的调整，或者是风格套用的一些档案，而是它可以让它成为一个联动性的架构。就是如果你有其他手机也是使用 HyperOS 系统的话，都开启导演模式，它会继续直接把它们全部串联在一起。你可以选择你这只手机它是否会成为它的监视器，然后另外去操控其他手机的镜头去做拍摄或者是一些调整。那接下来跟大家讲，就是这一次徕卡镜头模组使用体验下来，最推荐给大家的就是那一个3.2倍的长焦镜头。而且这一颗3.2倍的镜头呢，它在比较低光源的环境下呢，依然可以呈现出不错的画面效果。那接下来呢，还是要让大家来看一下小米14的镜头规格。这次小米的主镜头使用的是5000万画素 f1.6 的徕卡主镜头，接下来搭配的是一个5000万画素 f2.0 的徕卡浮动长焦镜头，以及一个同样是5000万画素 f2.2 的徕卡超广角镜头。而正面呢，则是一颗3200万画素 f2.0 大光圈的自拍镜头。接下来就请大家来欣赏一下生活的拍摄样张啦。小小帮各位总结一下，这一次的小米14，它在台湾上市提供了3种颜色，分别是黑色、白色，还有翠绿色。它的售价呢，就请大家期待我们3月14号现场活动会后的我们的一些社群的分享，就会公布它的价钱啦。这边预告一下，小米的米粉节终于又要登场啦！4月初的小米米粉节，大家期待应该非常久了。那这一次小米米粉节呢，有一个速酷的小惊喜要给大家。什么惊喜呢？就请大家来看小米米粉节线上的直播活动啦。那以上就是这一次小米14的开箱体验，我是阿贵，我们下支影片再见，拜拜。